定难以想象，只有17岁的小麦自己就搭建起了一间这么漂亮的房子。昨日小麦就搭建好了房子的支架、主骨架。清早小麦就开始忙碌着进行准备工作。他拿上锯子和柴刀，前往山上寻找合适的竹子。山上的竹子丰富多样，小麦只挑选那些比较直的竹子砍伐下来。可怜的小麦连双手套都没有，小麦光着手一条一条地把竹子往下运，搬运了2趟才到地方。忙碌了一早上的小麦汗如雨下，衣衫已经湿透。为了补充水分，他走到旁边的山林里，从树上摘下一片硕大的冬叶，然后将它带到附近清澈的山泉边清洗干净。清洗过的冬叶如同自然的杯子，小麦用它来盛装泉水。那山泉水清澈甘甜，微微冒着清凉，洗去了一身的疲劳。在简短的休息之后，精神焕发的小麦再次投入到了他的工作中。需要的长度，开始寸寸锯下竹子。锯割竹子的工作完成后，小麦又紧接着用柴刀把竹子对半分开。他用锋利的柴刀小心翼翼地将竹子一分为2。接下来他还要利用柴刀刀尖仔细去除每个对半分开的竹子内部的竹节。这是一项精细的工作，需要耐心和力气。小麦不急不躁地一个个清理好竹节后，小麦把竹片都捆到了一起，把竹片一把一把地背了回来。小麦开始搭建屋顶。小麦先是把2片竹片并排放下，取向一致，内面朝上，形成了屋顶的第1层。这层设计旨在利用竹片内部的弧度，起到一个良好的排水效果，防止雨水滞留在屋顶上形成积水。然后小麦又拿上一片竹片，这次是内面朝下覆盖在前2片竹片之上，形成了屋顶的第2层。这一层的设计是精心之处，既能增加屋顶的密实度，有效防止雨滴渗透，还能牢固地将前2片竹片连接在一起，提高整体结构的稳定性。小麦重复这样的步骤，让每一片竹片都严丝合缝地垒在一起，层层叠加，形成了一个坚固的防水层。这个设计使得屋顶在遇到雨水时，能将雨水顺着竹片的弧度快速而有效地排出，从而达到防止积水的效果。小麦用2片长长的竹片把屋顶的竹片都固定起来。小麦终于完成了屋顶的建设。这时候天空开始下起了绵绵细雨，仿佛在怜惜他的辛劳。然而小麦并未因此而停下，反而开始投入到围栏的编制中去。小麦精心编制了围栏，每根竹片都被他逐一的挑选，裁剪成合适的形状和大小，然后精心对接，一根一根的编制在一起。小麦的每一个动作都灵活而连贯，就像在跳舞一样。尽管工作辛苦，但他的动作却从未慢下来，直到编好围栏。聪明的小麦把围栏一个个巧妙地安装在了房子上。至于窗户的设计，小麦巧妙地在围栏的上下部分预留出一定的空间，斜着插入一些竹片，交叉编织，制作出了如窗格般的结构。这样一来，不仅增强了围栏的视觉效果，而且还优化了居住环境，使内部光线充足，通风良好。然后小麦把竹片编织成门的形状，然后他取了一个竹筒，一边平整，另一端削尖，用力敲进地里。接着他将编织好的门的一边固定，套入到这根竹筒上，就像插入一个套环，一下子立刻形成了一个可以开合自如的门。如此反复，这座用木头和竹子组成的房子就搭建而成了。小麦看着这座房子非常满意，小麦又砍了一扇棕榈叶，把它织成了扫把，清扫了房子。小麦将他所有的物品一一从庇护所搬到新建的房子里。经过一整天的忙碌，他已经累得饥肠辘辘。于是在房间的一角，他先挖了3个小坑，3个小坑相对立，然后选了3块石头放到小坑里。
顿时一个简易的灶台就搭建起来。接着，小麦走到房子外不远的棕榈树旁，灵活地爬上去，一把长刀轻轻挥舞，一根硕果累累的棕榈枝就被小麦砍了下来。他小心翼翼地摘下了棕榈果，小麦带着满载的果回到了房间。在清洗干净棕榈果后，小麦把它们放入水中慢慢煮熟。等到棕榈果熟透时，香味四溢，小麦满足地品尝了自己的劳动果实，暖洋洋的热情暂时驱赶了忙碌一天后的疲乏。可怜的女孩小麦克服了命运，获得自由的新生。崭新的一天开始，小麦已经起床，来到屋旁的土地上，这里长满了木薯。小麦趁着清晨的凉爽，开始收获木薯。这里的木薯生长得异常肥硕，小麦接连不断地熟练地拔起了3颗木薯。他用弯刀将木薯和木薯树连接的部分剁断，将切下的木薯放在身边，然后他用刀刃在木薯上不停地刮着，旨在去除表面沾着的泥土，让木薯看起来干净利落。小麦一边拾起已经刮得干干净净的木薯，一边装入袋子，然后走向山下。山下的小溪水清澈见底。当小麦到达小溪旁边时，他从袋子中倒出木薯，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放在小溪里。原来，尽管他已经用刀清理了木薯，但还需要更仔细地冲洗。小麦重新装好被清洗干净的木薯，一步步踏过小溪，清爽的小溪水瞬间浸湿了他的鞋。经过长时间的使用，他的水鞋已经开始破损。于是小麦弯下腰，将鞋从脚上取下，仔细地将水慢慢倒出。穿好鞋子后，小麦背着木薯的袋子，朝村子里的集市方向踏出。经过大约半小时的步行，他终于到达了集市。在集市的一处不起眼的位置，小麦开始准备自己的摊位。他先在地上铺上了蛇皮袋，然后将刚刚收获的木薯整齐地展示出来，开始售卖。小麦独自一人坐在地上，目光追随着集市上来来往往的人群。开业伊始，没有多久，小麦的摊位就吸引到了一个身穿鲜艳围巾、头发染成明亮金黄色的妇女。她向小麦购买了3根木薯，给小麦带来了开运的第一笔生意。幸运的小麦在不久后就已经成功地售出了所有的木薯。小麦售卖木薯获得了不错的收入。木薯售罄后，小麦迅速整理起摊位，将那个蛇皮袋收拾好，放回他的背囊中。现在，小麦手上有了一笔不小的收入，他可以买一些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小麦开始在熙熙攘攘的集市上寻找所需。他首先来到了一家专门售卖刀具的店中，店主介绍了好几款，可是小麦对一款偏重的砍刀非常感兴趣。这把砍刀看起来牢固又实用，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这些，价格也在他的预算范围内，于是他乐意地买下了它。之后，他来到了售卖日用品的店里，商店里的货品琳琅满目，而一双淡黄色的水鞋引起了他的注意。小麦脱下破旧的鞋子，试穿起新的水鞋。试过之后，他很满意这双鞋的舒适度和大小。经过一番砍价，小麦成功地以一个比较合适的价格购买了鞋子。紧接着，他转身往卖衣物的摊位挑选了新的衣服。小麦出门前还记得买2盏油灯，为傍晚时的照明准备。这个集市日的采购使小麦的钱包渐渐变轻，收入也所剩无几了。小麦满载而归，走出了热闹的集市，开始朝着家的方向行进。尽管疲倦，但满载而归的喜悦使他快乐地踏着回家的路。
回到家的小麦先是拿出新的水鞋穿上，随后拿起今天新买的砍刀，到附近的地里去砍去箭竹。这种竹子以其坚硬的特性和短小的节距而闻名。箭竹的茎部粗壮、坚硬，刺尖锐，如剑一般。小麦砍了一条箭竹，把它分成了2节，一一地背回了家。他回到家，用手指测量了竹子的长度，并按照这个长度将它锯断。他还在每根竹子的一端开了一个小口，然后他用铁铲在房子里挖了4个洞，这是为了给自己搭建一个舒适的床铺。他将箭竹立在挖好的洞中，然后填上土让它稳固。随后他取来前几日剩下的竹子，搭在箭竹开口的位置上。小麦知道他还需要更多的木材以搭建他的床铺，于是他提着砍刀上了山。在众多的木头中，他精心地选择了一些长直坚硬的木材。他举起砍刀，挥刀劈下，然后再次挥刀，反复此动，砍下了7根木材。随后小麦将这些木材用藤条捆绑到一起，背到了家里。小麦回到家后，利用他先前测量的竹子长度，将背回来的木材精确地锯成合适的长度。接着他用刀工整地削去木材的外皮，只留下光滑的木头。这样处理过的木材更易于使用，也更适合作为床铺的一部分。最后小麦将这些木材搭在已经建好的竹子床架上。虽然这个过程非常繁琐，但小麦始终保持着耐心。小麦在门外找到了他前几天准备好的更多的竹子，并锯成合适的长度。他用砍刀将所有竹子砍成细片，然后清理掉所有凸起的部分，使得竹片更平滑。他将这些平滑的竹片一片片铺在已经削好皮的木材上面，构成了一层舒适的床垫。每片竹片恰到好处地衔接在一起，紧密又平整。然后他将自己的席子铺在这些竹片之上，构成了一个完美的床铺。被酒鬼继父赶出家门的母女终于重逢。太阳初升，小麦背起昨日编织的背篓出了家门，而另一边小麦的母亲背着行囊，迈着步伐走在回家的路上。回到家，小麦的继父正在喝着酒，摇头晃脑的。小麦母亲不见小麦在家，便问起丈夫小麦的去向。酒鬼丈夫告诉她，小麦被他赶出了家门。看得出来，母女在家很没有地位。小麦的母亲听说了小麦被赶出家门，都不敢和丈夫大声议论，而是默默到房间换了一身衣服，然后独自出去寻找小麦。她先是到附近的田野上呼喊着小麦的名字，然而换不回任何回音。她的心中充满了担忧和焦虑。然后她连忙跑到邻居家，希望能从他们嘴中探听到一些关于小麦的消息。幸运的是，邻居告诉她，小麦并没有走远，而是在附近的山坡上搭建了一个小屋，在那里生活。听到这个消息，她的内心一边庆幸小麦没走远，一边担忧她能否在这个世界上独自生存。于是她按照邻居的指引，急切地向那座山坡走去，希望能赶紧找到小麦，把他带回家。小麦正在自己的小屋里清扫，突然间他似乎听到了远方传来的喊声。他停下手里的活，走出门去四下张望，但并未看见任何人影。心里暗想，可能是风声像人呼喊一样。又过了一会儿，那声音再次传来，他定神一听，瞬间明白那呼唤的人正是他的母亲。他急忙扔下手中的扫把，像箭一样朝声音的来源跑去，边跑边高呼妈妈。而在远处，母亲也望见了小麦的身影，两人的心都充满了无比的喜悦和激动。母亲也抛下了所有的疲倦，向小麦奔去。
两人距离逐渐拉近，小麦最先跑到了母亲的面前，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心中所有的委屈都化为了喜悦的泪水，诉说着相思离别、被赶出家门的苦水。小麦母亲安慰着。小麦带着母亲回到了房子里，他们坐在床边，彼此述说着过去的那段相思难耐与离别之痛。母亲听着小麦讲述被继父赶出家门的经历，心中充满了痛惜。她用手轻轻抚摸着小麦的手，她努力安慰、抚平小麦心中的创伤。她劝说着小麦，希望能再次重组一个温馨的家庭。但是小麦一想到那个酒醉如风的继父，他就不敢有丝毫的回头。他清晰记得那日继父粗暴的催促，他被赶出家门时的哀怨并非只是一时的恐惧，他不愿意回到那个令他身心受伤的家庭。母亲拉扯着小麦，试图说服他回家，但是小麦摆脱了他的手，决心不再回到那个令他痛苦绝望的家庭。小麦的决定让母亲又爱又疼，但她也理解小麦不愿回去的原因。无奈的母亲只好同意了小麦在这里居住的想法。小麦是个倔强的小姑娘，尽管她和她的妈妈见面了，但她并没有选择回家，而是决定继续自己的独居生活。今天他正在河里找一些干的竹子用来生火。走了大概半小时后，他来到了溪流的中段，那里有很多竹子。他找到一根干燥的竹子，一头搭在树枝上，一头悬在溪流里。他把竹子从树枝上拽下来，用砍刀把它砍成4段，放在溪边的石头上。然后他发现了另一根干竹子，但就在拽它的时候，他注意到溪水里有很多螺丝。他捡起2只来看，发现是可以吃的螺丝后，他就把砍刀丢到一旁，开始专心捡螺丝。溪水清澈透明，水底的螺丝一览无余。小麦用裙子包着捡起的螺丝，一只一只地捡起来，很快就捡了一堆，然后把螺丝放到旁边的石头堆上，再次走进溪水中继续捡螺丝。小麦在水里捡了许久的螺丝，感觉水里的螺丝已经不多了，于是他停下手来，起身走到岸边。他想起刚才捡螺丝时，注意到水边的树丛里有个蛇皮袋。他走过去，拿起蛇皮袋，放在水里好好的冲洗和搓揉了一下，把袋子清洗干净。然后他用这个袋子把刚刚捡的螺丝装起来。装好螺丝后，小麦回到之前放竹子的地方，拿起砍刀砍了一根藤蔓，然后用藤蔓把竹子捆绑起来，把螺丝带的口也扎紧。然后小麦背着竹子，提着装螺丝的袋子，就往家的方向走去了。回家的路很曲折，而且崎岖不平，小麦一路小心翼翼地走，回到家时天已经完全黑了。终于回到了家，忙活了一天的他收拾了一下，就直接去睡觉了。一大早，小麦就去砍了些棕榈叶，把昨天捡的螺丝和棕榈叶一起放到背篓里。今天的任务是把这些螺丝拿到集市去卖，这是他赖以生存的方式。他先去邻居家买了一把秤子，然后向集市的方向走去。虽然小麦住在山里，但离集市其实并不远。他快步走着，很快就到达集市。他选择了一个位于学校门口的摊位，那里地方大，光线好。他先把早上砍的棕榈叶铺在地上，然后把螺丝钉在棕榈叶上。小麦就这样坐在路边，开始他的生意。他看着来来往往人群，虽然有人过来问价格，但一开始并没有人买。这并没有让小麦气馁。过了一会，一个穿着黄色外套、戴着口罩的妇女购买了3斤螺丝。之后，顾客渐渐多了起来。不久，螺丝已经卖了大半，只剩下一小部分。
小麦打算把剩下的螺丝带回家自己吃，他把剩下的螺丝和秤子收入背篓，随后捡起地上的棕榈叶。他前往路边的杂货摊，挑了一个盆子，与老板讨价还价后便买回家。短暂的集市行程过后，小麦并没有多做停留，仿佛那里的喧闹与他无关。他匆忙回家。回家后，小麦把剩下的螺丝放进新老的盘子里，开始细心的清洗。为了保证螺丝足够洁净，他先用清水洗过一遍后，又放了食盐再清洗一遍。之后，小麦把新鲜的香茅轻轻拍散，将辣椒剁成几段，一起和螺丝丢进了锅里烹煮。不一会儿，锅里便弥漫出了让人垂涎欲滴的香气。小麦将煮好的螺丝一一夹出，轻轻放进由竹子制成的碗里，一口口地吃着螺丝，清甜而美味，每一个螺丝都肥厚饱满，清甜的滋味在口中回荡。小麦满足地咀嚼着，对于小麦来说，这简单的一碗螺丝就是他对生活最大的期待。每一颗螺丝都蕴含着生活的酸甜苦辣，让人回味无穷。寂寞女孩孤身上山寻找水源，家中的水已经耗尽，小麦背着自己制作的竹筒向山上走去。然而，昨夜的倾盆大雨浑浊了溪流，小麦试图用竹筒接水，尝试了几次，但水质始终不能满意。无奈之下，小麦只能放弃寻水，返回家中。小麦回到家后并没有停下脚步，他拿起柴刀，立即又踏上了寻水的道路。很快，他再次来到了山上，举着柴刀，在茂密的山林里寻找着水源。他攀爬到更陡峭的山岭，层层寻找，尝试，直到在一个石堆下发现了稀稀拉拉的水滴。原来，经过一层层石块过滤，朴素淳朴的山泉正在这里静静地积聚。小麦赶紧动手，小麦用他那坚韧有力的双手，借助手中的柴刀，小心翼翼地挪开堵在水流前的石头。每一颗石头，无论大小，他都一个个慎重对待，尽量不让它们阻挡住珍贵的水流。石头清理完后，他又把柴刀边扫边，轻轻地将泥土挪开，防止尘土又蒙上水面，尽数清理掉了水面周围泥土，清理掉挡在水流下的石头和泥土。接着，小麦回到家，整理好一把竹片，再次背上山去。他打算用这些竹片引导水流，直接把清澈的山泉水引进家中。小麦带着竹片回到了山泉旁，他首先用柴刀挖取一些泥土。巧妙地利用泥土和地形，建造了一个能储存水的水槽。然后，他将竹片嵌进了还未干透的泥土中，让水顺理成章地从竹片中流下。接着，小麦整理好自己背来的一片片竹片，开始构建起通向家的水路。他灵活地利用周围的资源，有的竹片搭在树干之上，有的则需要先砍一段树桩，削尖后插入泥土，充当支架，竹片则安稳地横跨在树桩之上。如此这般，层层叠叠，创造了一条奔流至家的水路。不多时，清澈的水已经顺着竹片流到了家门口。看到清泉在家门前流动，小麦的心中充满了欢喜。虽然水流很细，但是源源不断的水流足以满足小麦的需求。忙碌了一早的小麦急忙拿来竹筒制成的碗，
装了一碗山泉水喝了起来。喝完水的小麦洗了一把脸，继续忙碌起来。小麦打算在水源下方搭建一个稳妥且平整的平台。首先，他背着几根竹子到水源旁，随后用铁锹精确地挖出2个洞，将2根稳健的竹子牢固地插进洞里，然后将一根横竹架在2根立竹之间，形成质朴而坚固的结构。接着，他拿起锄头在水源下方的土地上尽力整理，希望将它变得更加平整。然后他削开了一根根的竹子，这些竹子将被用来搭建在连接2个固定竹子的横竹上，以形成预期中的平台。整个过程既精密又连贯，小麦的每个步骤都展现出了精细与周全。很快，一个坚实的平台就这样成功地建立起来了。小麦紧接上另一根竹片，将山泉的清水引入平台上。他提起昨天麦罗斯换来的铁盆，用它来接水。在平台的一旁，他又巧妙地立起一根竹竿，用作晾晒衣服之用。接下来，小麦取来几天未洗的衣物，颇有节奏地开始清洗。衣物在他的手中一点点变得干净，然后整齐地挂在竹竿上。这正是他所期望的生活，朴素而又满足。整个过程有条不紊，从平台的建立到清洗衣物，每一个步骤都显得流畅自然。